你是否曾想过，这世上也许有个和你一样同龄一体的人，在地球另一端与你心心相印？双面维诺妮卡 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ca 正是讲这样一个故事。波兰电影大师 Kieslowski 以双面维诺妮卡深入个我与主体的探索，他那充满哲学启发与宿命美学的叙述风格瞬间轰动西方影坛，更因为他的配乐搭档 Preisner 那冷冽浪漫的音符而感动无数人心。大家好，我是 Sherry，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波兰神秘美学电影作曲家 Preisner 和他的音乐在电影中扮演的角色。两个同名女子 Veronica 和 Veronique， 一个住在波兰，一个生活在巴黎。她们从五官长相到身高体型，仿佛就是双胞胎，外人甚至无法察觉有任何不同。Veronica 是音乐新秀， Veronique 只是职业音乐家。而当他们两个其中一个在影喉攀升几个音符，心脏病突发而死在舞台上，另外一个则在同时中从性爱中悲伤惊醒，好像身体失去了什么，让他感到生命的瞬间变得无比空洞与无助。电影以唯美诗意的手法叙述身处两个世界的同灵一体感觉，探索人对潜意识的渴望，也讨论那种渴望找寻自我身份与他人关联的情绪。为双面维诺妮卡配乐， Preisner 采用宗教风格的音乐替神秘美学电影添加色彩。他以钢琴独奏的清新为这两个女子的心灵契合、木偶戏等关键点作为电影主题，尤其是在木偶展翅成蝶时，效果最为动人。Preisner 更用其他的乐器来营造东方正教 Orthodox 的神秘风格，例如他用单簧管来影射人类内心的孤独疏离，用教会钟声来象征死亡结束，以及女高音那无颤音的纯音唱腔，最后再搭配管弦乐团传来的空灵氛围。若要说电影原声带最神秘的配乐，便是一个名称 Van den Boedemeyer 作曲家写的音乐。记得第一次看到原声带目录这个名字，我还纳闷，怎么我念过这么多西洋音乐史，却从来没听过这号人物呢？ Van den Boedemeyer 其实是配乐家 Preisner 建构出来的虚拟人物。他选出荷兰名，也只是因为导演和他都很喜欢荷兰。虽然是虚拟人物，但 Van den Boedemeyer 名下还有不少真实作品哦，包括《十戒》、颜色三部曲系列与本片双面维诺妮卡。一首由 Van den Boedemeyer 写的E小调协奏曲，堪称是整部电影的灵魂。此曲不仅连接着两位女主角的命运，以忧患迷离的风格强化了电影所探讨的神秘主义，更是配乐最高境界，融合了既有音乐 source music 与原创配乐 original music 的双重身份。在幕前，女主角唱词曲，与幕后提升电影高潮。比起《教父3》将歌剧《乡村骑士》融入谋杀案的音乐蒙太奇手法，这首E小调协奏曲更扮演着同曲异工之妙哦。电影中有三个主角：开朗明媚的波兰 Veronica， 敏感忧郁的法国 Veronique， 与神秘的操偶师 Alexander。 电影中有两幕戏，把音乐与这三位主角的冥冥之中生命连结的淋漓尽致。你听得出来在哪里吗？第一，电影开头时，波兰的维诺妮卡在演唱E小调协奏曲时过世。由于波兰的维诺妮卡的音乐气息比较高昂，因此和E小调协奏曲的风格比较接近。第二，在电影的后段，法国的 Veronique 在台下看一场操偶戏。这场场景以钢琴主奏的 Le Marionnette 配乐，一个木偶的芭蕾女伶在舞蹈中失足死去，再蜕变重生。而她重生羽化变成展翅的蝴蝶时，配乐瞬间转为E小调协奏曲。
而这首曲子正好是波兰的 Weronika 死去时正在演唱的同曲段落。这一切的巧合实在令人感到不可思议。然而吸引法国 Veronique 的不是台上的凄美奇幻，而是隐身幕后操控一切的神秘操偶师 Alexander。 导演刻意借由此场景来引导观众猜想，到底吸引他的是这个男人，还是在冥冥之中牵引运作的神秘巧合呢？除了双面维诺妮卡，蓝白红是世人公认 Kieslowski 最伟大的作品。这3部电影各以法国国旗的3个颜色命名，并以法国大革命口号自由、平等、博爱为命题，描述着人际关系与人性灵体。蓝白红也是 Kieslowski 最后的3部电影。蓝色情挑是3部曲中最沉重忧郁，但也是象征性最丰富的一部电影。剧情描述一对音乐家夫妇与女儿出游，却在途中发生车祸，丈夫与女儿当场死亡，只剩下音乐家的妻子 Julie 还活着。受不了打击的 Julie 自杀未遂，而丈夫生前正为欧洲联盟谱写的大会歌，悲痛欲绝的她为了重拾自由，决心抛开一切，甚至毁掉丈夫遗留下来未完成的手稿，而展开新的生活。但往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，她发现自己还没完全准备好。最后，她发现丈夫的情妇已经怀孕。2个女人交谈后， Julie 决定把本来要卖掉的房子留给情妇。而 Julie 和丈夫的搭档作曲家 Oliver 将欧洲联盟大会歌发表后，她终于走出阴霾，重拾感受与爱人的能力。蓝色情挑共有2种配乐主题，第一个主题是她的丈夫与女儿下葬时的葬歌。这首主题的曲风让我想起有一点像是贝多芬第3号交响曲英雄送葬乐章的风格。第二个主题则是整片核心，那就是 Julie 丈夫遗留下来的大会歌 Song for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。 Song for the Unification of Europe 的主题是爱。当作曲家车祸身亡后，他的遗孀 Julie 是唯一了解他并且有能力将作品完成的人。然而 Julie 自从丈夫女儿死亡后，一直无法面对过去的一切，因此她宁愿毁掉手稿，以否认这部作品的存在。 Julie 在电影大半部分都在自我放逐，直到发现自己丈夫的外遇，她才开始正视过去与现在。导演用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来教导女主角爱，而当女主角懂得爱人时，她也从自我囚禁中的枷锁挣脱自由了。剧情描述远离家乡的主角 Carol 有一位美丽的妻子 Dominique。Dominique 对丈夫的性能力不满而诉求离婚。被抛弃的 Carol 在发生一连串狗屁倒灶的荒谬事件后，回到家乡波兰，却意外成为了大富翁。因此，他开始一连串对前妻的报复。Carol 伪装死亡，引诱前妻到波兰去纪念他，借机与前妻重修旧好后，最后 Carol 成功陷害妻子入狱。白色情迷是蓝白红3部曲中最荒谬、讽刺意味最浓厚的喜剧。这对男女在一连串你来我往、互相折磨的过程中，确定彼此还是相爱的。Kieslowski 用了许多荒谬离谱的情节来表现平等，因为他深信真正的平等其实是违反人性的。故这部片也借机暗示了共产主义的平等是荒谬的理想。白色情迷的配乐只有2条旋律，第一条是悠远茫然又有点深思阴郁的 Love Theme。 在这条主旋律上， Preisner 保持他的半音阶风格，以缓慢的节奏与木管乐器代表男主角 Carol 对婚姻的无助与冷冽的波兰家乡，将他的角色刻画得十分真实。而另外一条旋律就好玩多了，以小提琴为主奏的 Tango 多半出现在男主角在家乡奋斗打拼的情节中。活泼戏谑的曲风令人想到吉普赛游牧民族的快乐无忧。不过
Tango 原本就是既可以温柔缠绵，又可以炙热对立的双人舞曲。这不倒也恰巧反映故事中男女主角那个叠对叠的打情骂俏呢？红色情深是3部曲中我最喜欢的电影，它没有蓝那么的悲伤沉重，也没有白的冷嘲热讽，红就像是一个温暖和煦的太阳，为3部曲画下一个重生般的结局。我想很大部分是因为作曲家 Preisner 用的音乐风格。剧情描述着 Valentina 是一个单纯而善良的大学生，她同时也是个兼职模特儿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有一个远距离但占有欲极强的男朋友。一次驾车中 Valentina 意外撞伤了小狗，而认识了一名退休的老法官，一名自我封闭远离人群的老法官。这个老法官唯一的乐趣就是窃听邻居的电话，他深信人性的背后充满了不忠与背叛。Valentina 与老法官就如同2个极端，透过 Valentina 的纯洁，老法官一步步走出封闭自我的牢笼，展开了一场超越时空与记忆的情感。世上最有名的玻璃路是法国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写的，从不断重复的节奏中，拉威尔将一条充满异国色彩的半音阶旋律变成一首灿烂缤纷的舞曲。而向前辈致敬的 Preisner 在旋律上也以其独门的半音阶手法，从高音频的小提琴伴奏出来的玻璃路节奏，带出吉他独奏和大提琴的对话。吉他就好像是女主角，而大提琴则是法官。如此乐器拟人化的配器手法，在很多电影，例如《海上钢琴师》都有出现过哟。有一段场景特别令我会心一笑，那就是当女主角 Valentina 向店员询问某首曲子的作者，结果她发现是 Van den Boedemeyer 时。但如前面所提到，这位 Van den Boedemeyer 其实是 Preisner 虚构出来的人物。放眼望去，电影配乐家几乎没有人像 Preisner 这样，能以一个虚拟身份存于在电影中。再仔细听听唱片中的另外一段音乐，咦，这不正是白色情迷的 Tango 乐章吗？为什么 Kieslowski 这么欣赏 Preisner？ 是 Preisner 的东正教音乐风格吸引了 Kieslowski 的神秘美学吗？或者是 Kieslowski 影响了 Preisner 的音乐风格呢？ Kieslowski 和 Preisner 是惺惺相惜、心有灵犀的工作伙伴，但在导演 Kieslowski 去世后， Preisner 仿佛失去了缪斯，而再也无法创作出同等级的音乐。在 Kieslowski 过世后， Preisner 写出了 Requiem for My Friend 给网友的安魂曲纪念，其中的神秘宗教风格又令人想起了这些2人携手打造的唯美电影。现实生活与杜撰故事也能如此真实紧密，也许这就是 Kieslowski 费尽一生探索灵性的最完美结局吧。